Hello，大家好，我是 Jimmy 好久不见。那也不是好久不见，其实我们每个礼拜都见好几天。OK， 我知道有些人会一直看我的，有些人不会，有些人偶尔看到，有些人 pop 出来才会看，有些人不会看到。OK， 那没关系，反正我跟每一个大家都问一个好。OK， 那今天呢，我要分享的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表。那因为我知道它的排程，所以我的 YouTube 有一些排程，所以它没有办法在当天当下就及时的跟大家去分享。那其实这只表就是我真的说真的，我非常惊讶 Christopher Ward 会做的一个作品，它是 C63 新的 Sealander Extreme GMT。你看到 Extreme 的2个字，你是不是应该脑子在里面在浮现的就是极限攀岩？然后越野机场抖动冷静，我们非常轻松。这只表它的极限，我觉得更像是把日常冒险做到最极限的一种到位的感觉。材质、夜光、结构，全部都往上堆。我觉得没有把规格堆到不实用。我先讲一下大概的亮点，就是说它有固定式的黑色陶瓷24小时外圈，然后全刷面的这个41毫米的这个表壳，然后整个的这个箱型的这个蓝宝石150米防水，然后有这个机芯有这个悬浮的防坐震，还有全场最吸睛的这个 Global Light， 它的整个3维夜光块，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Lumiere， 这个去年出的这个 Lumiere 全钛合金的那一只C60嘛，应该是 C60， 那一只表，我们这一次有了它的延伸的一代。虽然 Christopher Ward 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去承认这个事情，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亲兄弟一样的感觉。OK， 那在价格的部分呢，我们请简单讲一下，它在出了一个这个 V-Strap 的版本是$1785，那大概是台币55000块，人民币12700块。那不锈钢链的版本呢是1995块钱，大概是61750块，大概是人民币14200块。那以这个价位能够拿到陶瓷外圈，然后这种等级的夜光防震，我觉得真的是功能加工艺的一个平衡点。那今天的视角呢，就是说，我觉得它第一个不光是卖气氛，再来一个就是到底这个不是 Flyer GMT 的是不是真的够用，以及在150米的防水是不是够 extreme。 OK， 那我觉得这只表它不是堆料秀肌肉，而是把它日常跟户外的整个设计化整体化之后的一个解答。 OK， 那在这正式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你们每个人的互动都是让频道继续支撑下去的燃料。那吉米跟小编在这边跟你们说一声谢谢。 OK， Christopher Ward到今年为止是他们的20个周年的生日。那这2年呢，基本上我觉得 Christopher Ward 整个大跃进，除了拿了这个 GPHG， 然后我觉得 GPHG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C1 Belcanto 他所得到的这个奖，后来在这个 C60 这个 Lumiere 把整个夜光块玩到极致，在今年又推出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 The 12的660，做到纤薄，虽然失去秒针，可是整个纤薄，我觉得品牌已经把它玩的定位玩到非常清楚。那这一次他做了这个 C63 的 Sealander Extreme GMT， 我觉得把旅行跟冒险这个完全在Jimmy生活点上面的事情完全整理在一起。 Christopher Ward 再次用他的语言重新讲了一遍。你回头去看他们的前作的 C63 的 Christopher Ward 的 Sealander GMT， 它比较更像是旅行日用的版本。那这一次 Extreme 这个版本，你拿掉了抛光，外圈是固定陶瓷圈，整只表变得更工具。OK， 那整个思路其实跟设计脉络很一致，就是它把机能变成主角，把装饰自然退场，就像是建筑从装饰艺术到现代主义，让外表从华丽走向结构与材料的诚实。我觉得这只表的美学就是那种材料在说话的诚实。那同时呢 ，Christopher Ward 在商业也在起飞。2025年呢，整个全球的销售突破5000万的欧元，美国成长66%，并且他们终于在美国跟英国设柜。那这代表什么？就代表供应链跟品质管理跟售后它可能会更稳定。那消费者也从只在网络上讨论升级到可以走去店内去实际体验。不过这还仅限在欧洲跟美洲、北美啦，所以我觉得可能亚洲真的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就像当初Grand Seiko 也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才走到了全世界，至少10多年嘛。对不对？那 OK， 我们现在讲回来，就讲到设计这一块，我必须要说，这只表
非常非常的工具。它整个硬朗的造型，我真的不得不说，我真的好喜欢比例、材料、面盘组合，你会自然的觉得这个表就是拿来做事情的手表，而不是一个只是拿来看的手表。OK， 那我自己在看这个手表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在光线下有一种粉雾面的一种金属感，有点像是走进丛林前的那种很平静的那种质地。那整个立体的这个切割的 Lumiere 的这个时标呢，整个阅读性是非常非常好的。它整个厚重感跟它的这个层次感，你只要瞄一眼就可以抓住时间。这就是这个 Christopher Ward Global Light 的威力。它的金属，它不是在金属上面去涂这个 Lumer Bright， 而是这个直接用夜光的材料去切割成块，立体又很明亮。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像在建筑师里面我们在做光线导入的那种光条，你不是去补一盏灯，而是在结构本体里面直接去埋入会发光的物体，比如开窗，比如说是一种直接性的线性光源。OK， 那这种做法，我觉得让人会感觉更融合，更融入，好像就是本体会发光的那种感觉。再来是橘色的 GMT 指针，它延伸了前一代的这个 C63 Sealand 的 GMT 的传统，那一抹亮橘色致敬了这个Explorer 2。OK， 那我觉得在这一次呢，它更像是把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 Tudor 的这个FXT GMT 2024年推出的那一支，加上了这个Explorer 2的融合，再加上 Lumiere 的这个时标，融合出了全新的一支 Extreme GMT。我觉得这个表非常非常的酷，而且我觉得 Christopher Ward 很厉害的地方，它在配色上非常的漂亮，它的配色有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层次感。外圈你第一眼的感觉会以为有点像金属，或者有点像是碳钢，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固定式的雾面陶瓷外圈，上面刻着24小时的刻度。那很多人会想到它是两地时区，但我更认为这一只表它的这个 GMT 的定位是接近在日夜对照，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当我现在是10点，我不知道我在极地探勘，我在洞穴探勘这个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我到底是日还是夜？所以我的时间，我看我的矩阵，我的矩阵指着上半部指着右半部就是我在早上，我指着左半部就是我在晚上。You guys know， 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就像是那个比如说蝙蝠侠，我们讲这种叫 Bruce Wayne 的那个 GMT Master 2，上面就是上面就是我们早上的时间，晚上就是我们下面的时间。OK，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了。我觉得它是透过 GMT 指针搭配24小时去体现你现在所谓是白天还是黑夜。这个概念我一直都觉得它很酷，因为它最早就是为了洞穴探勘的那个 Explorer 2而去定义了这个 GMT 的用途，不光只是商务的出差旅行，而是回到探险工具的本质。OK， 那再来讲到就是他们这次出的这个 Valcor 的这个魔鬼毡的调整链带，我必须实话说，就是这个表带我自己的感觉是他们应该设计的非常的细腻。那因为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直接去上手去体验，但我觉得这个 V 型带还蛮值得去做加购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买这个表，然后再加个200-300美金其实8-9千块它是含扣再加上带。OK， 那 V strap 就可以让你快速的就可以去变换它，我觉得就等于是这个表1秒就可以变一个性格，完全的功能跟都会功能的那种感觉。那这一只表我其实它有出2个配色，一个是这个铁砂灰的这个颜色的面，一个是这个有点像是军绿色吗？也不是，有点像是这种绿，它有点像是浅的那种草绿色。这个绿有点像怎么讲？像军绿吧，应该像军绿，但它都是消光的，因为整只表它都做得很消光，我觉得非常战术。我觉得那种感觉，整个质感呈现的方向，再搭配上那一抹橘色的指针跟秒针末端指着时标的那一个橘色的那一段，我觉得整个就非常有自己的设计语言，就很像那种他自己在做的那种后现代实验建筑。他把融合过去几代的设计语汇，用更干净的结构去做表达，身上看到的不光是传承，还有更新哦。我觉得这一个就是他成功的地方，他不是只是造型，而是造得更成熟。OK， 那再接下来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一颗机芯，很多人听到就是 Sellita SW330-2 就会想就是 Jimmy 很常在讲的那颗 GMT 机芯。没错，它不是什么传奇复杂的机芯。
OK， 有点口太干了，但我觉得它重点是它非常的成熟，调教的非常稳定。那这一颗机芯是 Sellita 目前最稳定的旅行自动机芯上链的版本，25个轴承宝石，4 Hz 的振频，56小时动力储存，然后具配 GMT 的复杂功能以及日期，所以它基本上以全瑞士的供应链来讲呢，基本上这个表的表型机芯也是非常非常取得零件容易，然后维修很方便。真正想要佩戴或想要出国旅行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选择，你走到哪里它都可以做维修。那当然表友在这边可能会问，台湾买 Christopher Ward 要送维修怎么办？一样，现在除了欧美就算是美国也有50个州，你也不知道它的这个实体店面开在哪里，你就算是 even 你在美国，你也是要寄回到他们的指定维修中心去。OK， 那甚至是有可能要寄回英国 ，I don't know。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 Christopher Ward 是没有去做过这个保养，那就算是真的做保养，也已经是过了保固的时间，所以我就在台湾直接找我信任的师傅直接做就可以了。OK， 那买的人呢，除非说你们真的就是遇到的这个柠檬表，就像柠檬车一样 ，lemon car，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 Christopher Ward 他用的机芯跟他们的组装品质其实都还算蛮稳定的，OK， 那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这一次 Christopher Ward 有一个很厉害的点，就不光是他们选的这个机芯，它那个其实反而不是重点，反而是他们怎么安装这个机芯。这一次它机芯它不是把它锁死在中壳，而是把它悬浮在一个橡胶支架的固定里面。你想象一下，就是高楼的制震层，地震的时候，这个基座它会先去做能量的吸收，上层的晃动就会减少。那这一只表的防震逻辑就完全是这个概念。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很不小心撞到左脚，登山手腕撞到石头，真的瞬间的震动，机芯的能量会先被这个橡胶圈给吃掉。那当然有可能你这样的撞击，其实大概外壳也已经受伤很严重了，所以代表当然还是小心。只是说它针对这个所谓的 extreme， 它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存在。那更细节一点来讲呢，它的橡胶座也不是单一材料，而是经过挑选值硬度在这个 Shore A 介于40到50中间的这个基准值里面，不会太软，导致走时偏差，也不会太硬，失去减震的效果。我觉得可以说就是这个平民版的 Panerai 的 Lab ID 的那种结构创新。我知道很多人会问，这个结构这个防震座真的有用吗？还是只是行销噱头 ？OK， 那我个人是觉得，我跟我的维修师傅有大概去聊过，就是说，的确它可以减少冲击，但是这个减少冲击是对于整个轴承或摆轮的避震系统，它是有明显的帮助，但是它并不是在告诉你，就是说，我的外壳会因为这样而变得更坚固，不会坏，而是只是我们可以让机芯更长寿。OK， 我或者这样讲比较接地气，就是说这个表的防震系统，它不是要让你拿去摔啦，而是今天怕你带着里面突然遇到突发状况而存在的这个装置，所以这也是它 extreme 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说 extreme 不是说叫你真的去跳楼去摔死，而是说在做极限的一些很极限的情况的时候，它可以存在一些意义。OK， 那我觉得还有很多人也忽略掉这个表有一个点，就是它抗磁表现也还不错，它有通过这个 Sellita 它本身就有通过 ISO 的764，所以它有这个4800的抗磁测试。那再加上这一次是实底盖的结构，所以对于一般的笔电、手表、包包、磁扣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你问我说这个机芯有没有缺点？就是有，还是有。它的缺点就是它是 Color GMT， 它不是真 GMT， 就是 Flyer GMT， 意思就是你不能在出国一降落的时候就直接调时间去带动这个 GMT， 而是需要调动这个24小时的指针。那其实我真的老实要去说，就是说我也有好几个 True GMT， 可是其实我在用法上面，我用的很自然，就是我用哪个表，我就会用哪一种切换方式，我不太会去觉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我反而会换一个角度去想，就是不管是 Color GMT 或 Flyer GMT， 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调教的方式，并不会等于我对于这个表的评论的高低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性吧。我只会觉得它就只要是一个简单好用的机芯，那就 OK 了。那我觉得这只表很棒的地方，它是一个Christopher Ward， 其实这个公司他们的创办人几个人，他们一直希望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叫做 affordable luxury， 可以负担的豪华感。那我觉得这一次他真的把这个表玩出了这个层次，55000台币
甚至你选钢带是62000的台币。我觉得在这个价位，你要拿到陶瓷环，拿到这个 boxing 的这种蓝宝石 Global Light 这个基本上所有表都不会有的这种三维夜光防震结构，老实讲，我觉得传统的瑞士品牌里面大概都要卖到$5000以上的款式才会有我讲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刚刚有讲到的，就是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的这个 Longines 的这个 Zulu Time， 基本上也要13万一只。那即便就算是这个我很喜欢的这个 Pelagos FXT 的 GMT， 那只表更专业，但是这一只表3倍起跳，而且重点是它还不好买。所以 Christopher Ward 这一次在市场的策略其实很聪明，主打设计、材料升值，避开所谓的那种打传统的品牌价值战。OK， 攻击的就是我们这种玩表已经玩到很理性的，就是我们不会再去追高价，不会再去配表，我就觉得我要它这整体感。我觉得重点这一次 Christopher Ward 在20周年开始，他从直售在线上里面这个 D2C， 就是常被人家讲说这种网购没有人敢买，我不知道它的品质怎么样。那到现在开始，他在英国跟美国分别都开了实体店，我觉得他对于整个品牌的信任度是一种质变，也意味着他们已经真正走出了 micro brand。其实我1-2年前我就在说 ，Christopher Ward 在亚洲的知名度实在太低了，这个传唱度怎么会这么差？我在国外戴过他的表好几个，我觉得这品质都是非常让人的开心。能够在这样的价位内挑到这样的手表，我真的觉得，不管是 Omega Seamaster 的这个300，或者 Oris 的 Pro Pilot， 或甚至是 Seiko， 或者是 Sharp Edge GMT，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一些关注点稍微放到我们的 Christopher Ward 上面，他在自家的这种英式理性加上这种现代材料的交叉点上，我真的讲真的，这只表就算是你真的从国外进来台湾，再加上一点点的税好了，大概就算65000到7万嘛。我真的觉得真的是不贵。那我觉得假如说以后我认为最有机会下一个会开实体店面就在中国。那中国如果可以开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飞过去买了，那就方便了。一支大概在人民币1万到15000，我觉得以这样的品牌直接销售模式，在这个价格的竞争里面，目前所有品牌，你说瑞士的品牌里面哪一个品牌是在这个价位？美度、劳力士，对不对 ？Oris、Mido， 还有什么？我们想想看，梅花，这个 Titani， 对不对？你其实，在这些品牌里面，你会看到就是这些品牌没有不好，雷达这些品牌没有不好，可是我总觉得这些表有一点被他们历史跟传统所束缚住。比如说像 Titanic， 它有点一直在走劳力士的路，走一个非常安全的平价潜水的路线。那可能雷达一直在保持他们的这个库克船长，还有他们的飞碟造型这个系列，它很难去真正在品牌里面跨出一步。Oris 常年被定位在潜水表，那这几年开始走向复古表我其实他们都我觉得他们都太有束缚了。你们懂我意思吗？那甚或是我觉得比较亲民一点点的轻奢品牌的这个 Longines， 它很棒，你可以选到很棒的规格，可是基本上你大概都要准备个大概10万到13万才选得到他们家的精髓。OK，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个5到7万的这个价格这个表非常的有趣，族群也非常的广。我觉得它很适合喜欢不一样你比如说喜欢细节带一点质感，但是又不想要给人家那种很炫富的感觉，我觉得整个刷面的这种钢壳加上 Global Light 夜光，我觉得就很对口味的。OK， 那立体的这个夜光块基本上真的是很少的表有。OK， 你们可能要讲的是波尔或者是这个 Luminox， 那这些都是军表或者是登场。我觉得跟这个 Christopher Ward 要表达的这种 affordable luxury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OK， 你在白天看到的是材料的层次，晚上你会看到是光的层次，就像建筑师在白天看的立面是窗、虚、实的切割感，但是你晚上在看的时候呢，建筑变成了光影，同一个结构，不同的美。OK，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表呢，不管你是国际开会跟客户 Zoom， 或者是设计师欧洲团队对时，我觉得 GMT 的使用度还是一样的。使用到爆，但是这一支当然它是 Color GMT， 所以你刚好就固定第20区，那你可以只要看时针在哪里就知道大概伦敦几点、纽约几点、LA 几点。那对我们这种就是我们很在乎这个功能人来讲呢，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就是
很棒的 solution。那 Extreme 这个名字，当然我觉得生活在城市或者爱户外的那群人也很适合。150米的防水，固定的陶瓷圈，抗震结构，然后有这个叫做 V-strap 的这个表带，我觉得它完全就是为了这个都会冒险啊，我觉得很适合现在时下大家的露营啊、冒险去做这个组合。我觉得早上你在会议室里面讲设计，晚上就冲到阳明山，可能去看个夜景。那我觉得它的整个夜光也非常的棒，连回家摸钥匙都可以拿来当成包包里面的照明灯吧，我不知道，应该是这样的。我的 Lumer Bright 的那个 Lumiere 真的是很亮很亮，但是当然。我讲这样是夸张了。然后这个表呢 ，Lug to Lug 是48，所以这只表的存在感是还 OK， 就是适合中等的手型。那整个如果想要更轻量化的话，当然就选 V-strap， 重量会变轻，视觉压力也会小很多。那钢链版则是我觉得更有那种运动感。OK， 我觉得它的运动感更有那种比较 tough 的感觉。这是我很喜欢这个表的原因啦。那这个表我在今年一定会想办法把它定下来。OK， 那之后我再来开箱给大家看。那我觉得这只表它没有靠皇冠 ，OK， 也没有百年灵的翅膀，它靠的是细节。OK， 那整个光线下的这个 light catcher 的这种倒角 global light 立体感，表面刷纹的这种很有深度的感觉，我觉得是这种很低调的这种华丽。那我觉得会喜欢这个表的人啦，就是这样又会得罪人应该是说，我觉得很在乎设计感，要自己看得懂，而不是别人看得懂，而是我怎么样让自己看得很爽。那我觉得这个表就是为你做的。OK。那讲到这边，我想你们也明白，就是Sealander Extreme GMT 它就真的它不是只有规格，我觉得 Extreme 也不是说我要去珠穆朗玛峰的这种神经病的这种行为，而是我能够承受在生活里面可能的严重撞击，一种很日常的极限概念。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我们在做设计常常要去把故事好好的诉说出来，我们的设计理念是什么的人来讲，它的魅力在于理性跟诗意是同时并存的。理性的就是防震座、陶瓷圈、Global Light 夜光、固定外圈这些实际的功能。那很诗意的地方是什么？整个光影、手表的比例、打磨的线条，那些才日常中常常被忽略的设计细节。那有趣的是，这只表在夜里面跟白天看到的美是完全不一样的。Global Light Lumiere， 我觉得这只表跟 Lumiere 就像是亲兄弟一样。当然有人会觉得它是 Sealander C63 的亲兄弟，但是我觉得它像是两个加上了这个 Pelagos FXD GMT 的一个小朋友小 baby。我觉得这个 GMT 就是它不是真的 Flyer GMT， 它也不是300米的潜水怪物，但我觉得它整个设计是非常有诚意的。我可以原谅那一些就是表面极限，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极限，因为谁每天生活这么极限，对不对？你不会每次，对不对？在台北要干嘛？玩滑板去上班吗？对吧？你懂吗？在美国你玩滑板去上学，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美国的路其实铺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在台湾的你玩玩看，那个骑楼不摔死你才怪。你在台湾看得到有人在玩 BMX 或者是滑板吗？一定摔死。OK， 那我觉得。讲回来，他真正的目的啦，是去真正的放心带着去经历生活。那这些就是他 Extreme， 我觉得他真正的设计的用意。我常说，表这个东西它不是用来证明身份。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人，必须要靠表来证明你自己的身份，我觉得你也是蛮可怜的。OK， 那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如果真的那么在乎这种身份的话，那你最后会被这个手表的品牌牵着走。因为你称不上这个品牌的身份。我觉得 Christopher Ward 他是最动人、最让我很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就是他提醒着你，你可以带着他去创造时间里面的故事。比如我是那种白天工作累到爆，晚上我还想留时间给自己去录手表的一些影片或者是拍片给大家看，还要再跟小编一起剪片，那字幕我真的是没办法。所以其实我跟小编也讲过，我们真的很常有错别字，可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真的是用多余剩余的时间来去做字幕的这个校正，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会打错字。那因为我们用的软体是一个比较速成的软体，它不像是这个叫做 Premiere 或者是那个叫做什么
米开朗基罗 ，I don't know， 达文西、达芬奇，不像达文西或者是这个 Premiere 这么的专业的软体。我们用这个软体是比较简便的软体，那主要就是以剪片跟叙事内容为主的软体，所以其实真的会比较多的错字。那我觉得啦，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工作性质的人我们对生活也有热情，我觉得这个表真的是很值得。OK， 那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样，不论手表贵跟便宜，它都留不住时间。每一个当下，观众你们跟我都在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吉米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玩得健康，戴手表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对于时间，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OK， 我是戴手人设计师 Jimmy，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不要忘了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分享给那个最近也在找 GMT 手表的朋友，好吗？Be cool, guys. Peace.